靖国神社代表的是什么？里面有14位甲级战犯。小泉纯一郎到了靖国神社的参拜，韩国当天就召集了在韩国的日本的武官，表达强烈的抗议。我个人认为，这已经开启了一个东亚动荡的开始。8月13号的时候，普丁到了南千岛群岛，高市发表绝对不可以接受战争之后的土地，你还要回来。然后呢，北韩也在对高市军事化强加批判。现在日韩之间，我看也走不下去，中日之间更严重。好，今天的火线话题有关于中日韩的这个恩怨呢，我们先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让我们做解析。首先第一个，日本这一次都惹怒了大陆跟南韩，为什么偏偏要选在8月15号去踩靖国红线呢？高市早苗难道是故意向北京还有首尔来示威，甚至准备是连战败国的包袱他都打算要把它甩掉吗？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靖国神社的战火一旦点燃之后，南韩立刻翻出了一个亲日派的旧账，李在明更说了，接下来要重启财产的追缴针对这一些亲日的人。而日本参拜为何瞬间引爆南韩的100年殖民伤口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件事情，不管是这个韩国、中国大陆也同步做了反制。习近平选在同一天，现在拉近了南韩总统李在明。解放军另外一方面在军事上，在黄海跟渤海这边亮剑，正式的要把南韩一步步的拉近推向中国，而日本则是把南韩推向中国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次来做解读。日本这一次真的是踩在了中国大陆跟南韩最敏感的历史红线，一次可以说是踩到底。就在8月15号这一天，日本战败81周年，日本防长带着他的3位阁员走进了靖国神社来做参拜。而虽然说我们看到高市早苗没有亲自现身，但是被发现仍然在远处进行摇拜，并且透过自民党的干事长来继续的奉纳他的这个祭祀费用等等哦。那针对此，我们看到南韩方面、中国大陆方面先是立刻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南韩则是批评日本领导人的行动非常的不符合时宜。但为什么中国大陆跟南韩这一次的这个反应会如此的大呢？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当时在这个靖国神社里面，我们都知道里面是供奉了250万名的日本战争死者，象征的更是日本国内政治的旗帜。而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代表的是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源头啊。而南韩则是会想到在1910年代到1945年的殖民统治时代。其实呢，在过去2013年的时候，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也曾经过去这个靖国神社参拜，当时美国对日本表达了非常的失望等等的事件哦。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防卫大臣亲自去了靖国神社，高市早苗也在远远的地方摇拜，甚至再送祭祀的公品。大家也知道说，他一定会惹怒了中国大陆跟南韩，但是为什么还是要继续踩红线呢？他是不是另外一方面也要准备甩开战败国的历史包袱，来做全面的日本大扩军？委员怎么解读？如果我们当时看到日本天皇在日本战败之后所公开发布的这个所谓的终战诏书大家看一下这个内容，你就知道日本从那个时间开始，他就不承认有战败这件事情了，这叫做终战而已这不是战败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日本的这个极右翼的这些军国主义的政治人物那么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事实上他们做了更严重的事情，他们试图在日本的历史上去把过去日本的这个侵略跟屠杀这个东南亚人民的这个亚洲的人民包含东南亚的国家的人民的这个历史他希望一笔抹掉就前几天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的一个这个博主他跑到了靖国神社去，他看完了之后，他不是愤怒而已他是震惊跟诧异就整个靖国神社里头的相关的内容，几乎把日本当时一个侵略者的角色做了一个完整的美化的动作。那么接下来日本的下一代，日本的孩子去受这个特殊的教育，去做跟历史完全背离的这个内容然后你到了靖国神社去学习的时候，你看到的也是经过美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所以基本上日本现在就试图要把过去那个恶心丢脸的侵略历史希望彻底的把它抹掉那么这是日本现在
这个让大家觉得最愤怒而且不能够接受的事情哦。那你更不用提到说，现在日本的这个极右翼的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些政治人物纷纷上台了。我们不是要反日，我们也不是反所有日本的政治人物。我说过，日本的人民并不见得都支持高市早苗，或者是这个日本右翼的这些政客军国主义抬头的做法，他们并不见得支持。大家看一下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日本的年轻人开始来抗议了，日本的地方的议会开始表达了他们的这个忧虑，跟表达了他们的反弹。所以高市早苗所代表的这个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的势力，并不见得可以代表全日本哦。那么包含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日本仍然有很多的这个前首相哦，是针对当年日本这个侵略的历史表达过反省跟道歉的。譬如说最有名的就是村山富市了，当时他的村山谈话哦，然后包含了像菅直人，包含了像石破茂，包含了像细川护熙，这些日本的前首相都表达过反省，也表达过道歉哦。同时日本的很多政治人物也不见得接受了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当高市早苗说完了这个话，有好几个前首相也出来表达了反对啊。除了石破茂，这个野田佳彦、鸠山由纪夫，他们都表达了他们对于高市早苗的这个言论不认同的这个态度哦。但是我要强调的问题是，今天日本人当时在侵华，包含侵略亚洲，甚至荼毒整个东南亚，是造成了大量的民众的伤亡啊！光是讲中国就好了，中国人民怎么能不恨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呢？在那一场侵华8年的战争里头，我们伤亡了3500万人各位，日本当时有没有3500万人，我都怀疑了。我们中国伤亡了3500万人，光是死亡的就超过2000万人。我们中国的国军在那8年的战争里头，我们阵亡掉超过330万的我们的将士。大家去看看这个南京当时反映南京大屠杀的那部电影《南京照相馆》，再看看还原当年731部队的那部电影《731》，再看看前2年的800的这部电影，甚至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上海去看看800壮士当年的4行仓库的那个纪念馆吧，就是中国大陆的政府保留了当年的原貌。当你站在那里看的那个墙上的弹孔，那个炮弹所造成的这个痕迹的时候，其实你看眼泪都会流下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日本不感恩戴德，然后不深刻反省，你现在还要反过来跟着美国当美国的小弟来对付我们中国，我觉得这才是一件最妙的事情。中国大陆当年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我们是高抬贵手的放过你们日本了，所以你们日本才有今天。如果当年我们不要放过你们，你们今天没有这样的日子可以过。所以日本的这些右翼的政治人物现在还可以恬不知耻去做出这样的动作，那么你最后所招致的怒火不只是来自于中国，包含了东南亚，包含了亚洲的国家，哪一个国家没有被日本屠杀过啊？哪一个国家没有被日本侵略过？日本如果真的要踩这个红线继续玩下去，那么最终所有的后果，日本人民就要来承担了。好，所以我们看到日本这一次再次的踩红线，尤其是这个高市早苗跟可以说这个防相一起带头参拜靖国神社。当然了，除了东南亚国家之外，现在包括反应最大的2个亚洲国家，日本跟韩国都表示非常的愤怒。首先我们先看韩国，等一下再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部分。韩国最新的消息是，不只是外交部最新发的声明，也直接召见了日本的驻南韩武官，表达强烈的抗议。整个南韩社会现在笼罩在反殖民历史记忆的这个怒火当中。那最新的一起事件就是最新呢，南韩的女星这位叫做贺莹，因为她的曾祖父这位是安尚浩，他涉及到亲日的历史，所以遭遇了巨大争议。那专家痛批说，贺莹她不断的去美化有关于并且消费他的家族史，对南韩民众造成伤痛。另一方面，现在李在明有了一个最新的手段，他针对这一些过去只要是亲日反民族的行为，都会来追缴相关他们的财产。那12月3号开始就会生效了。再加上我们刚刚说嘛，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在南韩内部蔓延，所以还包括了这个独岛还有这个慰安妇、强征劳工等等的议题，让南韩100年的殖民伤口再次的被掀开。现在的问题是说，那接下来南韩跟日本之间的安全合作会不会因此被拖垮呢？那杨老师又怎么看？6月1号的时候，小泉金次郎和韩国的国防部长见面，在谈日韩之间的安全防卫合作。
到了6月15号，他们还有更进一步的沟通。现在开始看起来小泉纯一郎到了靖国神社的参拜，以防卫大臣的身份，虽然是个人前往，但是没有什么差别。所以韩国当天就召集了在韩国的日本的武官，表达强烈的抗议。韩国的外交部怎么说呢？韩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很遗憾的是，高市早苗内阁跟自民党的几位高层对于过度美化战争的罪行，还有呢核是战犯的靖国神社提供这个祭品以及前往参拜，造成呢就遗忘历史、违背时代潮流，展现出对于过去历史的反省的这种错误。其实这都是韩国的，就是整个外交部声明当中所提到的啊。因此这里面几个重点，第一个，靖国神社代表的是什么？它不是单纯的只是像一般的就是所谓英烈祠或者是军人公墓，因为它在1978年10月之后，有大概1000多个，里面有14位甲级战犯，中间东条英机是在1948年10月经过东京法庭审判之后呢，当在10月份的时候判以绞刑处死，所以他是因为战争罪发动战争罪处死。刚才委员讲到，这个战争是很长一段期间，不只是2次大战那个8年，事实上整个从对就是甲午战争到整个占领朝鲜半岛，到伪满洲国的成立，以及对整个中国东南亚太平洋发动的战争，今天连川普都讲了3次的珍珠港偷袭，而高市还不满意，跟川普吵架。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他的这种要去采取对历史的修正主义到了怎么的地步。24年前，高市早苗那个时候众议员的身份上了一个朝日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面对主持人的询问，你对于2次大战时期亚洲战争，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战争？他说那是一个自卫的战争，那是为了维护日本安全的战争，当场遭受到主持人的驳斥。也就是伪满洲国，他从最早的伪满洲国成立就是一个侵略战争。当时的以及到现在为止，你去问日本的 AI， 他会告诉你怎么样的内容，也很清楚。可是呢，现在你看到的是，他面对这一次的这整个靖国神社的这个参拜，我个人认为，这已经开启了一个转捩点，一个什么转捩点？东亚对抗，东亚动荡的开始。各位你看看，8月13号的时候，普丁到了南千岛群岛，对，高市发表言论说，绝对不可以接受。你战争之后的土地，你还要回来。然后呢，你跟北韩也在对高市的军事化强加批判。现在日韩之间，我看大概也走不下去，中日之间更严重，而中俄跟整个日本之间的对立也很严重。然后呢，领土的问题，从钓鱼台不只是北方四岛钓鱼台到台湾有事，然后呢，它还介入到南海。日本现在整个的改变，这代表这是一个战略而言，对他们而言哦，只是这个靖国神社作为它一个整体的意识形态的整个表达。那尤其是因为它最近的民调不好，因为经济不好，因为赈灾形象变差，因为治理能力不行，所以他要靠这个世界再去巩固他的支持者。接下来会不会再推非核三原则，甚至修宪？所以我觉得你现在造成的就是整个亚洲国家被迫的被你唤醒了。我们的上一代、上上代集体的悲哀跟就是痛苦。那这是一个民族的传承，集体尊严的意识的延续。那这个时候，当然有人还去标榜在那个时段，受益受惠于日本的殖民，那当然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了。当然，现在你说台日韩甚至中日之间民间也好，各方面的交流，甚至经贸都是非常密切的。对，现在政治上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层面，可是接下来会不会
有冲击到这个相关的这些互动，我觉得其实都会画一个问号。因为最后简单一句话，整个东亚的安全断层，我刚刚谈到的，从领土到日俄，到中日，到北韩跟日本，到台湾海峡，到南韩，都因为这个事件，然后呢，整个开始交叠在一起。不过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在暗助明助，而日本作为副警长代理人，开始在搅动东亚的秩序。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东亚现在看起来更动荡了，尤其是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地方哦。刚刚也在看说，日韩的安全未来会不会因此这样子的一个合作会不会被拖垮？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确定的事情是，日本是不是已经把南韩给推向中国大陆这一边了呢？因为我们也要来看到一个最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8月15号这一天不是刚刚说了嘛，日本高层去参拜靖国神社，结果呢，在同一天，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李在明发出了贺电，表示好。对他示好，他说呢，中韩是重要的邻国跟合作伙伴，等于现在是不是告诉南韩说，确实我们在历史的问题上面，中国大陆跟南韩的态度是一致的。军事上面也对日本发出了警告。最新消息是8月16号的下午4点开始，接下来大陆呢会在渤海跟黄海这边执行军事任务，整整2个星期的时间都不会让任何的水域可以任何的这些水域可以让这些船舶在这边做进入哦。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水域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往东边跟南边就是日本和东海了。这一波是不是北京对东京做的一个最新的警告呢？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南韩的态度了，是不是日本等于把南韩直接给推向了中国？县长怎么看？日本无需把南韩推向中国。如果你们了解南韩到底是多么的叫做仇日的话，因为我以前读山西大学，我们同学有一个是韩国人，那他在这里，我们一起打网球，我就跟他常聊，我才发觉韩国人恨日本人恨到我完全无法想象的地步，他们仇日的态度远超过中国。为什么呢？他被殖民35年，他在这35年的殖民期间有700-800万的韩国人被日本人做免费的奴工，这中间有67万到80万的人抓到日本去做奴工然后慰安妇有8万到20万人，这是日本在殖民时代的。那这个也就算了，你知道日本人在韩国有多么的坏？第一个他一直想破坏日本人的风水，第一个他拿了一把武士刀溶解，然后打了13根的龙钉，就是钉子，但是它叫龙钉，还13根，钉到哪里去？钉到韩国的皇宫，我就是破坏你韩国。然后还有一个，他做了365根，你看365年365根叫做血针，打在哪里呢？他们的整个朝鲜有一个叫做白头山，这是韩国人所说的，这是我们的龙脉。他就在这整个山里面找风水师去看，这里我给你定几根，那里我给你定几根，定下去你根本就找不到它，然后就打断你韩国的整个的龙脉。然后1985年的时候，首尔那里有个叫北汉山，有一个人登山一不小心贴个东西，摸摸就是龙钉，有22根，叫做血针。所有韩国一直到今天，他不管在这个叫做白头山在哪里发现全国实况转播，把那个钉拔起来，你就知道他们有多么的恨他。那至于你说这个演习黄海渤海其实是窝在这个韩国跟中国这里面，我想它就是一个演习，不还是军事行动，它不是说演习。那我觉得对日本的还是次要的。但是我实在要讲一个东西大家不晓得有没有仔细想过，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它是一个岛国，他打了中国，他打了俄罗斯，他打了美国，都是他先打。我有时候觉得好奇怪，你岛国你怎么敢尽挑这种世界大国去打？你说打中国算了，因为中国那时候满清末年很弱。他打俄罗斯跟打美国都是这两个国家很强大的时候，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他为什么打你知道？他认为你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打我，所以我趁你还没有准备好，我先打你。日俄战争就是这样，因为他想抢朝鲜嘛，对，结果这个俄罗斯他就认为俄罗斯一定会跟他抢，他就先打了俄罗斯。那美国也是一样，他认为美国一定会制裁他在南太平洋这里，所以他就偷袭了珍珠港。我现在发觉日本人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别人有多大，
而是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小。我实在搞不懂日本人，你们去打这个全世界这种大陆国做什么？秃鹰是否打垮了美日联盟呢？因为他们要拯救日元哦，现在看起来是这个任务完全失效了。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到一些细节，包括了现在日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像是进口成本暴涨，日企现在狂哀嚎哦。另外，东京的房地产沦为外资的猎场，高市早苗这个时候压力也非常的大，要救民生哦，这个物资一直上涨，说要降食物税，看起来也没效，支持率创新低，跌至53%。好，今天我们会有深度的剖析。先来看这一场日元保卫战，大家认为是不是踢到铁板了？如果您认为是，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不会，留言写2。我们来一起做互动。回顾一下今年7月，日币是一度贬到接近是164比上1美元，结果我们先前不是做了报道吗？美日联手就是要开始来拯救日币，确实当时看到日币一度有反弹，大约幅度达到5%，结果呢？为什么啊？到8月10号这一天又贬回去了，达到了159.29，重新吐回当时美日联手要去救日元，大约是1半的涨幅。现在呢，企业真的就是很担心，会不会日币继续的贬值呢？日本企业内部其实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认为呢，20%的企业说最好的价位就是大约是落在120到124日元兑上1美元，跟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数字159，真的是差得非常多。他们认为说这样子企业跟民众啊，可以说是苦哈哈。确实，我们看到立刻对于产业界还有对于民生的冲击，在日本内部已经开始一系列爆发。首先看到优衣库的母公司已经宣布了，受到日元走贬的影响，成本大受影响，所以预计呢，即将到来的秋冬商品就会开始做价格上面的调整，涨幅大约是落在4%。三菱电机同样也是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过去他们靠着出口赚得饱饱，但是呢，他们现在不这么认为了。他们的财务长是这样说的：弱日元不代表日本的经济就可以一切的顺遂，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还是长期靠着能源跟原物料、食品来进口的，所以呢，你现在这些进口的成本大增的话，是压缩日本人的内需啊，那内需不就变弱了吗？再来看到是三井物产还有三菱商事，他们也这样说，他们认为剧烈的汇率的波动影响了企业对于未来获利的预测跟他们投资的决策，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再来看到日本的贸易了，虽然我们看到进出口都有增幅，都有一个大约落在20%左右的一个增幅，但是最后来算起来，日本的贸易仍然是呈现严重逆差的，达到了4000亿日元左右的一个金额。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尤其小老百姓现在也非常的压力很大，吃的、用的、穿的全部都开始涨价，那压力现在也就压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身上了。他说好啦，那赶快我们呢马上要来降食品的消费税，从8%一口气降到1%，而且最快2027年就可以上路了。这样子也可以救回他现在低到不行，创史上最低只有53%的一个民调吗？这个要持续的做观察。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首先是为什么日元干预了，日美都干预了，还是守不住？接下来对于日本这个日币不断的贬值，对于民生的压力，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嘛，这个优衣库啊，日本家庭的薪水，还有很多企业都开始抱怨，这个对他们的重击又有多大呢？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日本这个日元不断贬值的问题哈，有2个根本因素，这个现在日本都没有办法解决。这2个根本因素都是怎么样？就是 beyond control， 就是控制不住的，日本控制不住。第一个，它跟美元的利差太大，对，所以这个套汇的话，让日元承受很大的压力。大家就是说，等于说这个卖日元买美元。对，去套那个利差，美元大概现在可以拿到将近4%吧，日元这个汇率大概只有它的这个利息只有这个1%，所以利差差3%。这个对日元是形成沉重压力了。对，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这个问题的关键问题就没有抓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没抓到。可是日本政府已经它的国债已经是它的 GDP 的那么2.6倍了，所以呢，这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日本现在政府这个欠债这么多的情况之下，你要增加利息的话，那日本政府的财政会垮掉。
而且日本还有一个大家还不太，他们最近不太提的，最近几年不提的，日本有25家叫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就是你这个产官学一体搞出来的，它都依赖什么政府的政策，甚至这种低利率，那么它能够存活。现在是1%的利率，它还债的时候它还不会吃力。你如果说你要提升你的这个利率的话，那一大堆日本的僵尸企业25万家倒一半的话，那就是连锁效应，对日本的经济可以说是几乎致命的打击了。那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没办法解决。第二个，这种所谓的汇率是反映它的经济的基本面，日本的经济基本面很差，没有竞争力啊，新的产业几乎全部空白。日本人睡觉睡的不是，实际上他不是失落了20年，日本是睡觉了20-30年。被美国人欺负的时候又不敢还手，美国把他的这个所谓的芯片产业打光啊，交给了，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韩国跟台湾的兴起，让日本在这个方面扮演极不重要的角色。那你说这些芯片制造有日本的吗？日本还靠我们台积电呢。没有台积电，它现在还没一席之地了，靠的最后只有什么光刻胶。那你有 HBM 吗 ？HBM 都是韩国的。对不对？所以那逻辑晶片对不？大部分是我们台积电的，日本有厂吗？日本没有。那另外一方面，新能源方面、应用方面没有啊。新能源汽车的话，你有吗？而日本今年上半年，去年1年才卖了400万辆车，今年中国大陆上半年就已经超过700万辆，这个外销，所以它的这个市场都不断的萎缩，也没有新的产业。那 AI 你有听过日本吗？日本有什么大模型？没有吧？没听说过。所以日本是经济是一片问题，再加上人口老化，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愈振乏力。而日本经过失落30年的时候，它的产业非常不敢投资新的。它基本上它是希望怎么讲？它赚钱要干嘛？不是扩展新的，是赶快去还债。所以呢，他们很在乎是利率，所以就日本经济这个结构性问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那变成就是说，美国出手救一下，你能持续救吗？只能救急，不能救穷。日本是穷，日本不是急，所以呢，穷的问题还真的没办法。所以现在回到快160了嘛，有很多人就看到大概170也为时不远了。好，现在也包括了这个内需不足，还有这个债务的问题越来越高，所以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现在外资现在包括了日本媒体都很担心说，反而是都是外资在买日本它的一些建物包括了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的国土交通省相关统计，在2025年上半年居住海外的台湾买家在东京23区竟然是购入了192户的新建公寓，比前一年还要多出了80%。这个资金很多都是来自于海外的，不断的去买东京的房市数字创下新高。日本媒体说，东京可能已经变成全球资本眼中的一个重要猎场。现在是外资在这边大捡便宜吗？上次哥怎么看对于日本的影响？好，今天主要就是日本贬值这个状况来讲，并没有真的结构性的改变啦，所以日本的里面的东西，如果就外币，你拿美金，你拿台币，你拿韩元，你拿人民币去买，就是便宜嘛，它就是真的很便宜。那先前其实有包括统计房子，就是大概跟去年初的时候相比，大概就少了，最高可以少1/3那日本的房子你说也是几千万，当中少1/3，你可能就已经省了上千万所以其实就这么简单的概念。也因此现在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可能9月10月的时候，日本的包括观光客到那个地方会有出境税啊，然后你那个 duty free 的部分，以前你在美妆店里头就把你扣掉了，未来你就要辛辛苦苦到机场去退，有很多的麻烦。那基本上它就让你这个外国人来觉得日元很便宜，乱消费这件事情，它还是帮你设一些门槛，然后抬高了很多的要缴日本的这些规费。但会影响到大家去日本买便宜货吗？我相信不会的。不过我回过头还是要看一下日元我想日元现在是这样的状况，在7月30、31号美日联合干预，这个还是这个很重要的一天。当天美国出了100亿，日本出了大概770亿左右，大家联手干预。当时其实是从原来我们知道163贬的163.8之估。
一下子就是升值了大概8.6元，历经10天现在又回去又回贬了4.1元，一半就没了，就这1000年的钱就一半又没了。好，但是我们现在在关心这个部分是慢慢的又贬回来，但是其实美国不是出重手吗？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在观察是不是这些所谓的国际秃鹰，还是这种投机的钱，还是不相信这些美日干预的效果。要知道，不是说的干预的时候，日本就贬嘞。它干预是一个介入，可是日本央行还没有升息啊，所以真正的要稳定，还是要等到升息。不过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到，日本到现在的状况，因为作为日元便宜套息交易，你钱都去存美元，你就可以赚3点多%，甚至最多到4点几%。而且日本的银行、国际银行都在做，也不是只有投资的这些秃鹰。大家现在关注的是这种空单。要知道，在国际期货当中，美国这个期货交易委员 CFTC 就其实在紧盯，因为为什么日本会贬，就是因为人家买外汇的日元期货看空嘛，在美日还没有出手之前，很恐怖空单是13.8万张，7月31号那天出手之后，瞬间少了一半，6.8万张。那现在呢？可是那个8月4号之后，这个美国这个 CFTC 没公布。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个空单又回来的，但是外界就没有资料，不知道。所以这个影响性，我认为是现在至少就这样子回贬的状况，我认为投机性还在。那这个概念最后怎么来看待这一波，到底怎么回事？我认为很简单啦，就2个。第一点就是说，现在在投机的或正规的日本银行、正规的投资的，都在测试日本或包括美国的官方底线。好，你现在出手，你是底线吗？你只是威吓一下市场，但这个底线在哪里？大家还在测。第二个，我认为就刚刚讲，釜底抽薪没有别的啦，就是央行宣布升息，日本所有日元永远的这个利息涨，然后全世界在外面的这些流动在赚差价的日元被迫要全部回到日本，你才有可能日本真正的恢复生存之后的稳定。那当然过去认为是10月，但是现在都认为应该9月。所以如果9月日元的这个升值，就包括它的升息之后，我认为在全世界，包括美元，包括各式各样的货币，包括台币，包括去观光的这个钱，9月之后，10月如果去日本玩，可能成本就要高一点了。好，那如果真的9月份的时候日本升息的话，日本接得住吗？因为他们现在债务非常的高占 GDP 的250%到260%左右，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日本政府手上还有什么的招呢？黄舰长怎么看？其实他不是说他有什么招，而是这个金融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且有很多的因素在影响它，而且这些因素里面通常是你拉这个下来，你拉那个下来，它很难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点。那一个国家到底有哪一些机构啊或什么能够影响这个国家财政呢？第一个当然最主要是央行，央行它可以管这个货币流通，它可以限定每一个银行你的存款多少人贷出去，它可以决定升息。这个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你像川普不是说升息降息，你不是那个 FED 的那个总裁根本不听他的这是一个你知道，政府归政府，央行归央行，央行管的是金融这个次序。那政府管什么呢？政府是一个行政单位，它在管的是收跟支，花钱。如果我现在的财政状况不好，基本上我就是开源节流，怎么样去能够增加一点收入，减少一点支出，这是政府在做。这2个单位通常不一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比说现在央行说我们日元这个实在是太弱了，那我升息，我增加这个日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持有力，然后很多人来买日元，我升息了嘛，这时候会怎么样？消费会下降，因为有钱了嘛，就是我存进去就好，那我不要去花钱，好，消费会下降。反过来讲，那政府他关心的是民生啊，好比说政府觉得像高市觉得现在日本的人民的生活非常不好，那我怎么办？我就可能减税，加些补给，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消费，这个消费就增加。你会发觉刚刚央行的政策跟政府的政策是违背的，它其实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是一致的。就是说央行跟政府有时候还在唱反调，如何取得平衡比较困难。今天有关于中日的产业战呢，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个贸易战了。这一次双方打的是这个包括了高端的制造业跟战略资源的一个核心命脉，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到，一边是日本，他现在拿着他的高端机床来当做他的武器，
来卡住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另外一边，中国大陆现在呢祭出的是稀土还有稀有金属来反制日本，当做它的筹码，要掐住日本高科技的原料命脉。先来看，这是最新消息，日本的最新消息，从8月16号开始就会正式的收紧它的精密机床对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了。高市早苗甚至自己亲自跳出来说，相关新的申请是否接下来会放行，他会来亲自做审核。连高市早苗都已经出来喊话了。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卡中国大陆在半导体、航太、机器人、汽车、军工领域的发展，这一些领域要发展都需要用到高端机床，而中国大陆现在的弱点恰好是它有70%的需求，至今都还是仰赖日本的。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就在这个日本宣布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限制之后，但是呢，中国大陆对它的机床的订单需求仍然是持续增加的。先来看到3月份，日本对中国机床订单是达到了500多亿日元，创单月的新高。6月份，中国的部分更占日本海外机床订单接近达到了40%左右哦。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限制哦，已经不是单纯的出口限制而已了，它也是试图卡住中国大陆下一代制造业的升级。那接下来中国大陆怎么办呢？真的会影响到中国不管是在半导体、航太、机器人、军工升级等等领域的发展吗？上志哥，请问怎么看？好，日本出手哈，那这次针对中国。会不会打到中国？可能会哦。目前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日本决定，要对于中国当中有点一个反制的部分的措施。我们知道之前日本反制像是光刻胶，以为很严重，结果中国大陆直接把你平替了哈。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对于日本来说，长久来全世界都知道，像日本、德国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制造工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它厉害的最核心之处，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讲精密数位机床。这里头运用当中，我们讲那些精密螺丝啊，你要钻洞啊，你要车床啊，你要齿轮要磨，这里头不止这个机器厉害，包括人去做这个机器，人去保养这个机器，那个0.几什么微米的部分哈，那些老师傅，而且你弄完之后，这个它的精密的卡准。所以呢，甚至包括，而且你这个机器10年之后都没坏哈，这就是日本这个所谓的精密，我们讲精密制床或精密机床的厉害之处。所以所有现在在应用的，可不是一般的工业，是它通常用的部分是最精密的，比如说航太，比如说一些军事武器、半导体的部分，还有最新现在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减速器，包括一些关节所在的部件。都需要这个东西。好，就日本为什么突然这样子哈？那它当然是针对一个叫做输出贸易管理法去修这个法。这个法呢，其实2024年日本就开始一定在修哈，因为已经很久了。只是修着修着当中突然加速，而且就是在这几天突然这样子宣布。好，它宣布是有备而来的。要知道现在所谓这个精密机床是什么概念？中国大陆的70%都是来自日本，而且中国大陆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完全的攻克。刚刚讲航太业、军工业在这里头其实都是最大的关键哈。因此，而且这次我们看看里面的内容，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是针对于5轴联动。各位，1轴、2轴、3轴、4轴、5轴，你不懂制造也清楚嘛。而且这作为最精密的5轴联动是它锁定的。那有3轴跟比较低阶的5轴不在这个管制之内，所以它就是最厉害、最精密的管控你，而且它管控了整机哦，管控了核心的零组件。说中国大陆你现在有的，你要后面买零组件，比如说什么航空公司啊、机轮公司，你要买零组件没有了，逐一批。还有关键的设计软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全部嘛，它全部就把你控制住哦。那现在其实这整件事情的部分影响，刚刚讲还不知道，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大陆评估。有可能会影响2-3年，要到中国大陆能够全部攻克，有可能2-3年才可以。所以现在受过的影响，但现在整体评估，这一次到目前为止，日本的部分并不是死绝的把你切断，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漏洞。或者比如说，第一个它不是全部的禁运，你还是可以申请审批。只不过刚刚讲高市早苗是都放话了哦，如果你现在最新的部分，他们现在预估中国大陆的军工业啊、半导体的业，你是80%，大概是绝对不可能，你申请他也不会给你。但是现在可能的途径就是像先前在稀土，日本也是这么做。
绕到欧洲。也就是说，现在如果第三国的二手机或者绕到部分是国外的子公司生产呢，子公司贴牌的，目前就不在这个禁运里面，所以这里可能有这么一点点漏洞。我想高市早苗为什么突然这么做，可能跟他最近的背景有关，还是值得讲一讲。要知道，最近其实日本跟以色列方面已经在接触，准备要签订更大规模的部分的所谓的军事同盟的合作。这里头包括以色列准备打算把包括无人机、包括一些导弹以及各式各样武器，包括软体，要整个什么样规模呢？1600亿美金，包括日本在内一起合资，要准备把这个生产线转移到日本，那这个是最新的，而且先前乌克兰跑去日本接触讲无人机，对不对？是很快的，他们谈1个月就签了，这个签了当中钱、地点，包括后面的生产合作的公司，全部都已经确定了，而且快速要上线生产。大量的现在包括乌克兰无人机，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现在最近有一个迷之自信，就是说对于对抗中国的部分，除了有美国撑腰之外，当然刚刚前面讲的背后也可能是美国的意志，所以他突然有个觉得对中国有强烈对抗的能力，所以我们认为现在看起来他有关于这部针对日本精密的这个机床，而且确实是对于中国可能有一点卡脖子，而且卡在航太、军工跟机器人这些前瞻发展上，所以推出这个部分的对抗的部分的政策有没有效果，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好，所以现在高市早苗是突然间有了底气了吗？有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特别是在军事上面的协助，是不是就更有底气去对抗中国大陆？所以今天祭出了一个最新的这一招嘛。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有没有反击措施？当然有了。我们赶快要来看到，其实中国大陆的反击力道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对日本祭出的稀土的出口管制。我们先来看到统计的最新数据哦，光是今年上半年出口给日本的稀土已经一口气暴跌51%了，6月份更狠哦，年减幅高达了80%。主要的关键就是在重稀土对于镝还有锻的日本出口是直接归零的。镝跟锻为什么这么重要？就像是日本去封中国大陆的机床一样哦。镝跟锻同时也掌握了可以影响日本的，包括了军工设备、高端制造、电动车的马达，甚至是精密电子等等。另外一方面，除了掌握这个矿产原料之外，中国大陆更掌握了一系列包括了这个从采矿啊到分离、冶炼等等供应链的整体技术。大家就在看说，那中国大陆现在对日本的这个稀土出口如果减少的话，是不是稀土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获利就会减少呢？结果是不减反增了。我们也赶快来看到最新数据哦，中国稀土集团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年增幅46%，北方稀土预估上半年净利润年增幅更是暴增了121%，代表说价格提升，虽然说这个出口减少了，但是价值更高了。所以8月份稀土价格哦，从2025年8月以来已经上涨幅度高达了30%。这个是中国大陆对于日本在稀土方面的制裁。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也强化，刚刚讲了嘛，美国跟日本在一边，所以中国大陆也强化对于美国的稀土制裁。最新的方法是因为他要报复美国所做的这一件事情。美国在今年上个月底把43家的中国大陆的企业列入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的实体清单当中，所以制裁的企业已经增加到187家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想到办法来治美国了。这位是高志凯，他是中国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他说呢，中国现在应该要成立一家稀土总公司，重点来了，这个总公司就是设在美国一直不断提的新疆这个地方。他就说呢，如果未来美国你需要稀土的话，就请你亲自飞一趟到新疆来这边来跟我们谈，不管是稀土的出口甚至价格都是由中国大陆来决定，甚至未来还在新疆这边用人民币来做交易等等。干哥怎么看？日本很少这样，你看收紧了精密的机床的出口管制，他很少这个样子，而且他现在学的都是我们中国这一套，就是说加严审核，你知道加严审核的意思？日本是一个最假仙的，就是我们台湾话就是说很 gay 仙呐，表面上很有礼貌，那个肚子里面全部都是刀剑。他坦白讲，他说我不是不卖你但是我现在从严审核，意思跟不卖你是差不多的意思啦。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中国的整个生产链呢？跟供应链呢，可能是会的。上次讲没有错。那你以为中国就可以让你这样挨打吗？看谁被打得比较痛我跟你讲，你看现在镝
跟锑2种重金属啊，也就是那个这个元素，老实讲一句，到这个月已经怎么样？已经归零了。我们中国不出口给日本了，你不出口给日本，因为这2样这个元素最重要，它是什么？军工业和高性能马达，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也非常的要紧，叫乙，一个金再一个乙，它是做什么的？癌症医疗设备要用到这个乙啊，还有什么？还有半导体设备也要用到乙，所以说乙这个东西也很重要。总共7种啊，这个重要的稀土啊，都已经被中国下令先暂时。但是坦白讲一句，中国不会完全断供，你不能完全断供，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断供的话，那就代表是针对性的，你就是针对我日本的。但是中国不能在这个阶段里面还没有到要打仗的地步，我还不能说我就不卖你，对啊？为什么？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像美国在2次大战之前跟日本讲说，我现在石油就不卖你了，日本就准备打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说这个叫战争宣示、战争行为，所以还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现在中国一定不会讲说我完全断供。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老实讲一句，是美国就在帮腔，你知道，美国你看国土安全部啊，他竟然上个月底就说中国已经有100多家被列入管制了。你这些企业都跟军工有关系，那我现在要多加43家，这43家是哪一种？你知道？就是中国的企业里面有铜、有铅、有黄金、有服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棉花。他又把那个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他又搬出来了。他说：“你现在不是只有维吾尔人哦，你还有吉尔吉斯人哦，还有哈萨克人哦。”都牵涉到被中国当局奴役，进入什么再教育营。那好了，中国的智库啊，副主席高志凯他就说：好，你要这样子是不是？你美国要跟着日本一定要这样子搞我们中国啊？没有关系，那我们中国应该要成立一家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要设在哪里？你知道？要设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而且不接受任何电邮。也不接受任何电话，也不接受任何网络订购。要买稀土是吧？你国防部 DARPA 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局，请你派专员，要先过我们这个我们中国啊安全部门审核，你才能够来。不是来北京，你到了北京，你要坐，不管你爬的也好，坐高铁也好，坐马车也好，你给我到乌鲁木齐来谈判。你现在有资格再来谈判。高志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传统的一个中国人，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是朋友，我们都可以谈；不是朋友哈，请你自己想办法到乌鲁木齐来谈，而且我们要纸上签约，不可以用 email。这个真的是，然后等一下签完了之后要用人民币付款，不接受美金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跟中国斗争的话，那下场不好的绝对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或日本你们自己。好，现在其实呢，我们刚刚讲的是日本跟进美国老大哥来对中国大陆祭出这个制裁。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同样是跟日本一样跟进美国老大哥来制裁中国的，还有澳洲了。澳洲最新，我们也来看，它也有了动作，正在加强审查中国大陆相关投资人，要求呢，只要你是中国大陆的相关股东，你就要出售掉澳洲稀土企业北方矿业你的持股哦。目前中国相关的股东占这一间的持股大约达到了17%。为什么这一间公司特别的重要？因为呢，它开采的矿主要是包含了镝还有锑等等这一些重稀土。张晋老师怎么看澳洲的动作？接下来你怎么看？我想啊，在这些就是这个封锁技术产品或者封锁原材料。所有的封锁的这些手段都是慢性的在绞杀对方。可是有一句话讲说，你要卡人脖子，你一定要跟上帝站在一起。换言之，也就是说，你技术领先的产品，终有一天人家还是会追得过。可是呢，矿产原材料产在你的家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人家讲说是因为资源的封锁，会逼得对方狗急跳墙，然后甚至诉诸战争手段，诚如刚才干哥所讲的，逼得日本人非要下南洋，然后去夺资源，这是可能的。那我是觉得这个
澳洲呢，它现在针对股权上在这个做这个文章，我想必须要提醒一下，在西洋的这个海洋法系的国家之中，你不可以针对单一的这个企业去立法。你可以用行政手段去要求，可是呢，他万一要求普遍性立法的时候，其实这种做法是没有办法站得住脚，所以在这边要提醒。至于高斯凯先生讲说是把那个稀土工业全部拉到那个就是新疆，我以前新疆有一个这个就是美国有个参议员叫 Tom Cotton， 他动不动就是找新疆的棉花开刀。就新疆就取了一个名字，这个棉花种叫 Tom Cotton。说为什么叫 Tom Cotton？ 说因为美国的棉花的时代有一个汤姆叔叔的小屋啊 ，Uncle Tom's 的 Cambion， 所以我们这个新种的棉花就叫 Tom Cotton， 你知道？结果那个大家搞得啼笑皆非。当然这个事情只是昙花一现，意思就是说啊，你要去捉掐别人方法有很多，但是讲实在话，这种拿先进技术去卡别人的，会有一天万一被人超越的时候，然后人家做出白菜价，最后会让自己的工业体系崩盘，那个风险才是更大。